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視博弈。今年5月，股神巴菲特宣布將會喺年底卸任巴郡行政總裁，而尋日就係佢宣布消息後第一份公布嘅季度業績。好多媒體嘅標題都非常嚇人，巴郡盈利按年暴跌59%，由舊年同期賺超過300億美金，大幅回落到今年得返124億。一時間，市場議論紛紛，畢竟係佢交棒前嘅一份成績表，係咪代表股神都睇錯市？呢個就係市場最中意睇嘅表面故事。但如果我哋跟住呢個劇本去解讀，就好可能會錯過真正嘅重點。事實上，巴菲特喺財報入邊已經唔止一次咁講，不論係已實現定未實現嘅投資收益同虧損，對於理解我哋嘅業績報告或者評估我哋經營業務嘅經濟表現，基本上係冇意義㗎。點解佢咁講？因為嗰個暴跌59%嘅數字，主要係股市波動造成嘅賬面影響。咁剝開呢層外殼，巴郡真實嘅業務賺錢能力，即係營運利潤又係點呢？根據計算，營運利潤其實只係按年微跌咗3.78%，去到111.6億美元。你睇，一個係暴跌59%，一個係微跌不足4%，個分別係咪好大呢？呢個差距就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核心。我哋再深入啲，點解營運利潤會微跌呢？主要係兩個原因。第一，保險承保業務嘅利潤跌咗接近12%。第二，因為匯率變動，巴郡持有嘅非美元債券產生咗8.77億美元嘅匯兌虧損。但更有趣嘅係，喺呢兩個因素拖累底下，巴郡其他嘅業務引擎其實非常強勁。火車業務 BNSF 經營溢利按年大升近20%，能源業務增長超過7%，而最大嘅製造、服務同零售業務板塊盈利都增長咗6.5%。呢啲數字話俾我哋知，雖然有啲環節表現稍遜，但巴郡呢一部龐大嘅價值機器，佢嘅核心部件依然運作良好，持續產生緊強勁嘅現金流。當然，今次財報最震撼嘅莫過於對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嘅投資，做咗一筆高達37.6億美元嘅撇賬。呢個唔係第一次，巴郡喺2019年已經為呢項投資撇過一次賬。呢次再一次減值，正正就係巴菲特知識誠實嘅體現。當佢發現投資嘅基本情況改變，例如佢哋嘅代表離開董事會，失去資訊優勢咁，佢唔會死撐，而係果斷承認錯誤，將損失反映喺賬面上。呢個教訓係價值投資唔係神化嘅永不犯錯，而係一套嚴謹面對現實嘅紀律。除咗盈利數字，財報仲有幾個重要嘅信號，透露咗巴菲特嘅大局觀。第一，巴郡手上嘅現金儲備雖然由歷史高位輕微回落，但依然高達3441億美元。巴菲特喺年初股東信講過，佢寧願持有優質企業，但如果見唔到吸引嘅投資目標，佢就會揸住現金，保持靈活性。呢個龐大嘅現金池就係佢準備喺未來市場出現危機時用嚟執平貨嘅彈藥。第二，巴郡已經連續11個季度淨賣出股票，而且今年上半年冇做過任何回購。呢個行動其實勝過千言萬語，清晰咁表達咗佢嘅睇法。喺目前嘅市場價格，好難揾到值得大規模買入嘅平價資產，甚至連自己公司嘅股價都未到佢認為可以大力回購嘅水平。最後，巴郡喺財報度都提出警告，話國際貿易政策同關稅帶嚟嘅緊張局勢可能會對佢哋大部分業務同投資產生不利影響。呢個提醒我哋，即使強如巴郡，都要面對宏觀經濟嘅不確定性。總括嚟講呢份財報表面睇盈利數字好似好差，但如果我哋深入拆解，就會發現一個完全唔同嘅故事。核心業務穩健，管理層紀律嚴明，並且為未來嘅不確定性做好咗充足準備。呢一種穿透表面、洞察本質嘅分析能力，先係喺投資市場上真正能夠創造價值嘅關鍵。如果你對呢一類深入剖析財報、洞察市場本質嘅內容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